你那耳朵也好使，你不是哎呀，真是人家说了，你老是没有。哎呀，我看看，我不一定说非得要，我看看。没有，我没这个东西。哎呀，我那骡子你就赚不少，我看俺听他说的。赚多少钱还能给你价格可以了？你想想这么多收入，你为嘛给我说？哎呦，我不是说这个非得要。你看我就说有吧。没有。别当个自己宝贝了啊！可不办。这照片，这可有年头了，可大都倒闭了。现在这照片真是好好留着。那都是说是乾隆年代。要多少钱呢？我不卖。哎呀，还就买不买，就是那个根儿价够不够的事儿。给你1个亿你就买了，真值不了都多，我说。少得10万吧，得。哎呀，这别闹了，这是新的。哎呀，看着。真是，我跟你说，这真是新的，我不忽悠你啊。但当然不是说现在的，确实得有个几十年了。你说乾隆的，确实是俺这乾隆宫造的，这可不是乾隆。哎呀，整体这个气息啊，味道确实挺好，一般人看不了的。你包括上边，但是还是能看出，哎呦，它这个拓风可挺好的。但是你看这些地方还是有电动工具的痕迹啊，就小电钻手修的那种，半手工吧。主要是料子大，一般没那么大的料子，确实是。那当时这都是资料啊，这个皮儿，这个裙子，皮色加过深。哎，你说吧，大爷，多少钱？这真不是那个乾隆的啊！你要说乾隆的说，你说10万8万的，你开这个价还算是合理。少的话不卖。1万块钱。我出价格，这价格还不行吗？俺说起来，你少了不卖。你说个价，你不能太咧吧了呀！我真想要，不是闹着玩。不行，我不卖。哎呀，就是钱不到位呀，是吧？对，钱不到位。你说10万8万的根本拿不动，也没这么些钱啊！哎呦，没事。哎，还有别的吗？浅一点的。没有。哎呦，每回都不让看，藏着。反正俺都不想让你看。我忘了拍个照了，我再拍个照是吧？拍照。哎，就偏一点不行吗？真不行吗？哎呀，每回都是。反正俺就不想让你看。再给你加点，行吗？不行，这不是一点半点的。上回我给那钱不少，你上一回俺就卖少了还。哪就卖少？上一回俺就卖少了，俺就。少啥呀？有时候没办法。到时候卖个给我说啊。早晚还是拿下了，不拿下心里心心念念的，实在是难受啊。这就是啊，其实当时这个东西都是为什么说中国文化都是有传承的啊？这个瑞兽，我们现在以为是个镇纸啊或者类的，其实它的形制完全是乾隆那种样式，气息其实做的很好的，但它确实是近代的，就是说是80、90年代那个时候做的啊。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有传承？其实汉代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席镇，你知道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席子4个角是有那种铜的镇纸啊，镇席镇所镇的。但后来慢慢的呢，也有做这个摆件的放到，就是说这个文房这个茶桌上瑞兽嘛，那肯定是招福纳祥然后辟邪去秽之用的本身瑞兽它就是有镇宅辟邪这种作用再一个有的朋友说他尽量这个红色的这种就是沁嘛包括有的说这个足上是什么？这就是皮色。那沁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的玉上说没有，感觉跟个裂似的？其实不是裂。古人崇尚自然的东西越大的玉那上边会出现的这种纹理越多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玉无瑕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越大的料子会越有。你看那价值上亿半个亿、1个亿的那个乾隆的用的，真正乾隆用的玉玺上面都会带这种柳裂它不是说毛病，它也不会说坏掉那就是这个几万年来形成的它代表着自然，就好比人身上你有个痦子是吧有个疤有个胎记是一个道理的。如果说你通体无瑕的，那有可能就是块玻璃了，是不是？那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有的小这么大的料，你想想得多大的料才能取出来？就好比我们去割猪肉似的，你想割一点点瘦肉、精肉，割一点的话，你会割出那块肉来很完美。但是你很大的话，你难免会把血管把筋皮毛都能割上了，一个道理那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指的玉
啊，狭义上的和田玉，真正的和田玉就指的新疆的呢。你看见了吧？猛一看不觉得怎么着，是越看越有味道。那么它的内部呢是有棉絮状和团絮状哈，它不是通透的，它是给人感觉里边有团絮状、棉絮状的这种絮，说白了有质感。那你可以把和田玉形容成一个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啊，有内涵，有质感啊，外表呢啊仪表堂堂啊，胸中呢是饱读诗书啊，所以说呢，你给人感觉这个有味道啊，它并不是说啊看上去就是说一看很漂亮，再看就淡而无味啊。所以说呢，啊孔子把玉比喻成君子，说玉有五德，仁义智勇节。那么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和田玉啊，特别像这种大的籽料，包括山料也不用开采，籽料也减少了，那玉龙喀什河都挖了几百遍了。资源枯竭的时候呢，就引入了什么呢？鹅料、韩料，还有这个咱说的现在的这个青海料，90年代左右引进的青海料。咱先说青海料，除了新疆和田叫真正的和田玉以外呢，其余的也叫和田玉，那是广义的和田玉。比如我刚才说的青海，那青海料它像什么呢？比较通透，像一个毛玻璃啊，没有杂质比较少，或者它那个内部结构呢有点周让的结构，就是比较通透，就跟我们奥运金牌似的，就用的这个青海料。为什么呢？你做金牌，你同样都得冠军，都拿金牌，你不能说这个不一样啊，他的序是这样，我的序是这样，那人家看你这个第一名还互相区别对待嘛，所以说他就会找青海料。青海料的话，因为每一个都差不多，跟毛玻璃一样，看上去吧就分不出369等来，相对来说也就平庸了，没有个性了啊。那么青海料像什么呢？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一张白纸一样，比较通透，但看时间长了呢，就觉得没有味道了，跟现在小鲜肉似的吧，哈哈，咱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么还有咱说的这个鹅料，鹅料呢就脂粉性特别浓，一看就跟羊脂玉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如果拟人化的话，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浓妆艳抹的人，反正些许的不讨厌，有点反感，看腻了吧，有点，哎呀，反正看久了有点腻啊。那么再说韩料啊，这就比较说的这几个广义的料。韩料是什么呢？韩料呢杂质比较多，很多用它去仿高骨啊，像一个比较落魄的人啊，哎，反正感觉这个人呢，这个混的不咋样，生活比较落魄啊，不修边幅啊，他料子比较差。这是我们说的啊。除了狭义上真正和田玉啊，新疆和田以外，其余的那个地方料啊，咱说都是地方料啊，海呀、鹅料啊、韩料啊，它都属于就是说呢，这个广义上的和田玉，也都能出证书哈，因为它成分大致相同，都是副产石，但内部结构和外表的这种光泽感啊，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啊，也许我这么说让大家能够非常的通俗易懂，但是真正上鉴别还需要说啊，你得拥有了以后多加细微的观察，它有细微的区别啊。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你看这个小瑞兽啊，简直就绝了，这么大的一块籽料啊，公怎么去区分呢？有人说我看不出辛劳来。后期啊，这个玉啊都是沙陀一体的啊，或者是半手工的去雕琢，而古代呢全都是纯手工，没有任何电动辅助工具去做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这个阴刻线里边是满满的砂质感。现在的呢，有的也会做上砂质感，但砂质感不强烈。还有呢，你看它这个线条哈，咱说这上边这个线条，由于是电动工具，你就半手工，你拿个小电钻的话，电钻转速很快，才能把它给雕动。雕动的同时呢，那你这个手啊会有很高强的力度，要不然它那个线条会进行抖动的，它不是跟古玉一样那个线条咔咔很干脆啊。那么新的呢，它就容易出现这种抖动，这也是一种非常高的鉴别的方式啊。这一个就是说那时候半手工的，所以说你感觉它的力度啊、气息啊还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鉴定玉呢，第一就是皮壳氧化的程度，这个氧化的就很好，看人就感觉哎呦这个10之有9分像了。再一个呢，咱说的看它线条的那种硬朗的程度，再一个看砂质感。总体综合起来就是气息啊，就这个气息就已经很好很好了啊！大家慢慢的听我讲啊，就会对玉有一种感觉了。男女老少没有不喜欢玉的啊，像这么大的一块，和田的籽料的一个瑞兽啊，得200-300克吧，这个绝了就，哎呀，很高兴啊，太漂亮，喜欢的不得了，这个厅堂雅士100，简直就无敌了。有时候没办法，你不登门个几次啊？有时候有好多好东西你收不到的，买与卖之间永远是种博弈啊，但是呢，尽量追求一种平衡啊。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跟关注。走吧。这样的话你都买不到，你难道没发现到这种高古玉？老先生，我早知道你要是来找我鉴定的，我绝对不让您跑这么远。您直接上平台去找我，发几张图片就搞定了。但是有一点，老哥，您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给你看东西，无论真老，就是我说的，无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有好多老先生，我想是您想想，您从加拿大回到北京，再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在看的电视上，你这有一说一。你怎么看这个？这个玉璧的我自己的颜色是蓝，
您这是什么时候的？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这不是病，这是玉自带的。它是自己发射，自己带的啊，自己他们在模仿的时候会找一块带杂色的玉，自带的杂色，它不是也是一种沁色，它叫原生沁，就玉的那个原生沁。你靠近了看一看，这种叫原生沁，它不是说后期慢慢啊，我们在入土啊，或者是有水渍啊，什么水银沁呀、土沁呀等等各种沁吧。它这种呢叫原生沁，玉本身就自带的沁。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你说这个沁看着很自然，它当然自然了，它本身就带了，千百万年来，它在那个就是它没外开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沁色了，它会选这么一块料子，然后呢再去进行琢磨。第一，您说这个光切已经很柔和了，确实是可能有人都谈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我看不好的地方，第一，它这个边缘呀，人说的有点肉。圆滚滚的有点肉，古人做的玉璧一定是很犀利的。这种犀利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工具原因造成的，它会很干脆。古人的脑子里他不是跟我们现在说照着那块玉一点一点的去弄。古人是胸有修贺的啊，这心中啊知道怎么去做。第一呢不够犀利，第二呢咱看这个内部，这内部这个孔啊，这个孔道，这个痕迹也不对。快速工具，它不会很老，因为老的这个里边的话，它会呈现的那种管断的痕迹。再一个呢，这个边缘呢也有点这个肉，说的肉就是不够犀利。咱们老想着现在电动工具会不会很犀利？恰恰相反，电动工具雕出来的等于很绵软。再一个呢，咱看上边这字哈，这字全都是机器雕出来的，都是现在就是说沙坨一体的东西磨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小电钻吗？小电钻上边会带着那种就是合金的小颗粒，那叫沙坨一体，磨出来的。古人的话呢是，有句话叫什么呢？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切一边搓，一边琢一边磨。一块好的玉璧在古代可能都能达到2-3年之久，现在制作一块玉璧，用心的去做，也用不了个10天8天就做完了。简单的像这种可能1上午就给你做出来了，但并不像古玉那种真正的国品，它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要微观的去看，就是说这是字体内部都是崩塌不断，这个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古代说一点一点的加上解玉砂，拿那个这个咱说的这个火去磨，而是这个直接到底。到底的话，玉呢比较硬，两边就出现崩塌，而且呢阴刻线内部呢没有砂质感，全部都是说直接一下到底的。他刻这么多字，这个人也挺费劲的哈，也用了点心思，但是呢工艺是完全不一样。我这样一说，您可能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您买的应该不是特别贵，单手买，带着文字的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都是仿的高古玉，这么远来的，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吃一肚子气回去了，我心里于心不忍。怎么去？不会去。这恒大里走。关键是您这么远来，我这车只能200块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200块钱。我怕您花2万，甚至您知道有的朋友为了一块玉，能花好几万，10好几万，那你能接受得了？你别说真事，你又不要真事，你别说这个真事，你说这么说，你要不能，我不抽。我不抽啊！不能，别说这，你别这么生，你要不要我拉倒，对不对？好。这件东西实在是级别太高了，就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应该拥有的东西。这个大爷非常有个性哈，也不让拍，也不让录也不抽烟非常有个性一个大爷买就买，不买你就走，其实更干脆直接
咱也尊重别人的隐私。但往往这些宝贝也都是出自民间的。你无论是拍卖，你还是博物馆，除了故宫那些遗留下来的或者一些大墓建成的博物馆出土的那些之外，其余的所有的珍品，无论拍卖啊，还是说博物馆，肯定都是民间出的啊，就是历史原因流落到民间的。那么我就不卖关子了哈，这个东西啊，都跟大爷一样有个性，非常了不得。大家听过凤凰衔珠这个词吗？我们经常在娘娘的一些凤冠霞帔上就会看见一个凤凰衔着一个珠，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般老百姓能拥有的，但是确实我们在民间就能遇到各种原因流落到民间的珍宝。那我就不卖关子了，那么就在这，我刚才已经欣赏了半天了。凤凰衔珠，咱先说它有多珍贵，咱先说说它的工艺。这个工艺叫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工体是银鎏金，纯银的。那么一般这种东西呢，都铜鎏金的比较多，那么银鎏金的呢，相对来说还少，就级别更高。大家看一下，从这个翅膀的位置依稀能看到这个金的痕迹那么这个翅膀用的是什么的工艺呢？包括这个尾巴上边都是用的蕾丝，一种工艺叫蕾丝。这个蕾丝是非常难的它得先用一段一段的银丝掐成一条条的带分别焊接。那么有一些极个别的部位，你比如说它的肚子或者是什么，有时候难以制作的时候呢，它会里边加上一种灰，百吉草的灰，把它塑成一团状，然后呢缠到上面，再烧制的时候这个灰液就挥发掉，这是非常繁缛的一个工艺。那么上面除了蕾丝工艺还有什么？纯银鎏金錾刻、锤叶，然后烤蓝，然后这个点珐琅然后铸造，就这点小东西这种栩栩如生的这种感觉，是我们可能现在都很难拥有的。关键更厉害的，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凤凰衔珠的凤凰衔胆、凤凰衔珠，这两个都是大绿松石，比我戒指都大。光这两个绿松石就价值不菲，老坑的。凤凰胆、凤凰衔珠，有人说凤凰胆是什么？是木神珠，天地间的绝品神圣之物这个就是一个传说了那么娘娘的话，在那凤冠霞帔她都会有的。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工艺包括了多少，就是说这种精美的工艺在上面。那这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晚清到民国时候的珍品。这个座上边都嵌了银丝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高兴。你这种东西老人所讲的金翅金翎的那这种摆件级别能低了吗？你看这个感觉简直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这就是顶级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能够拥有的珍宝。你看，咱刚才都没仔细看，你看它细致到什么？它爪子上这种，就是说这凤爪好像就是类似咱们都凤爪没见过，见过鸡爪嘛？你看那上边那种厚皮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皮的纹理都多出来了。你看有多细致，这上边全都掐丝，蕾丝掐丝还依稀可见的金因为年份太长了嘛。你看这金，你看得有多少节你刚看这一个羽翅会有多少个这个蕾丝吧？你看这一点1、2、3、4、5、6、7、8，就一点一段一段的在分段去焊接锤叶等等等等各种工艺融合为一体难能可贵所以说有些时候往往生活就会给我们惊喜刚这俩绿松石咱就不说了，珍宝珍品，民间出珍。那件还拍吗？那件先不拍，那件还有待研究，研究完了给大家讲。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故事，喜欢今天这个熟人介绍一个收废品的大叔说收了一批古董，咱一块过来看看。你那个什么？是这边这个我打电话了是吧？好家伙！
可以啊。我一辈子都过了，一辈子长，我一辈子长。这回我长。前段时间这个中介单位就给处理，那卖给我了。这个破对象、这破家具，乱七八糟都叫我处理，就当事情干了。有的不从给我事情，上次我一看，哎呀，那你怎么知道是股东呢？我就找人问过了。好，你不经明事理，你怎么知道是的？这总共多少干的？这总共是89个。那你想卖多少钱呢？这是多少呢？就叫1000人一个。那你多少钱买的呢？那我买的价格真的不一了。要不你别问我多少钱买的？要是你肯定是不是贵，你能赚多少钱？8个一个，要1万多万多。你看你这都有坏的，那是极个别的。那你说最低多少钱了？最低的1100。900不卖，900卖少卖了，你现在别想。你要是再往回来，要是咱们就出来了。我知道啊，他们给我讲来了。你看咱让他说我知道你肯定也挺赚钱，你不能说让我也什么呀？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粉丝啊，哎呦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这个东西，给他们也来点实惠是吧？你要你也别1100，我也别900了，咱950。我心了，你这里边还有坏的嘞。那是极个别的。我知道极个别的就不行了，那我挑。要就1天1晚就出来，我不卖单个的。那你让我挑，我给你按1100。不管。950。这有熟人介绍的呀，我估计你就跟拜见似的来的。你们这些都收回，你不就发现了？你手里没有就值钱了。我上公安场也问过了，1个月好几千一个。行了，980吧。980行了，980吧。你要再多了，俺拿不着了。本身就熟人介绍的，你行吗？980行，980拿着了，要不俺走了，行吧？你看非得来这一套，一共多少个？一共85个。好，我点好了，我给你转账。好。这就是今天咱的成果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东西可了不得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呢，工艺繁缛，唯一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艺术叫景泰蓝，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叫做掐丝珐琅，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缛啊。这个大叔啊，应该是捡了一个大漏了，咱也跟着捡个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的工艺呢，用纯铜啊，整个铜胎打造一个铜胎啊，手工锤炼一个铜胎，锤炼完了以后呢，就在上边进行干嘛呢？掐丝，把小的这个铜丝一点一点的掐进去，纯手工的，都是纯手工的，并不是说是怎么样。你看这个云朵，好像每一个都一样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掐完了以后再点燃，点燃完了以后呢，再施珐琅啊，就是再烤蓝啊，烤蓝完了再进行打磨，打磨完了再干嘛？在上边再鎏金。这上边都是真金的，一擦就脱呀。上边有包浆，上边都是真金的，铜再鎏金，外边呢全用珐琅彩啊进行点燃以后呢，再进行高温的烧烤。这个东西就这么珍贵。现在新的一件呢，就是说咱说纯手工的用途最多的，可能成本都好几千一只呢，有的可能都卖到有点名气的都卖到上万。那这什么时期呢？50年代、80年代创汇期，也不是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的，那时候说。就是在对社会有贡献的啊，那些能人吧，有地位的人吧，家里会有啊。那么再一个呢，很多就是那时候走入全世界，作为国礼去使用。掐丝珐琅景泰蓝现在被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礼相送。那个年代再不说，那个年代我说了，不计工根本就纯铜制胚制胎，制完胎了一点点的在上面掐丝。掐完丝以后呢，再点燃，点完以后再烤蓝，烤完打磨，打磨完了再鎏金。我说的很简单，几秒钟说完。真正实际的工艺就做这一个东西，那还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做成的。关键是这东西摆到家里，这是一个传承，它不是说咱现在的就是机器户啊或怎么着，它一弄就出来了，弄就出来了。
全都是老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这都是老河了，还有多少？这就是我们的传承，这就是几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沉淀。儿娶女嫁，金玉满堂，福寿延年，鸿福齐天，漂亮。儿娶女嫁，我们现在中华号客厅里边，那个时候人呀稀呀沉呀，干事也实在，用料也厚，越来越少的，越来越少。不能打开，我都你打开都报废了，这个东西打开都报废，打开就报废了。我家里有啊，家里头，啊，你这个，哎，这不如。你说吧，他不属于。这给大家换换车东西，这喊的嘛？俺不客气啊。啊，你等上，有问题啊？来。你这是从哪边过来呀，老哥？我是南京的。从南京过来的。你能这边叫看看？我是姓蒋的老板。姓蒋老板，哎对。先摆点看看。你不装电的吗？不用电。我这个啊，不用电，叫老板先，张老板聊来。您放上吧。这种烟肉厂那个修整多不好，是那个氧化的。这个烟肉厂是吧？能信包装的。大哥说你还有一个东西啊，不让打开。你打开都报废，这个东西打开都报废，打开就报废了。打开都报。这个里面是啥东西，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个是不能打开，这时候就是结过来收这个东西，都不能打开。打开就报废了。对。啊？里边空的。空是不会空，这能晃动。这个反正最少也得给到150。这个最少得100个。还有一个，这个也你看，你自己看你懂不懂？这个这都，这个最少240个。这个你最少也得给450个。这个于大哥给我打电话打好几遍，我再不来我不好意思。你之前上天安来，然后这个什么，你说这是不老啊，这个是信。这个咱都弄不了。那于大哥到时候有什么你来。行，说这个你多少钱能拿的？这个咱这种东西咱拿不了。这种东西咱拿不了。不好意思，我这也看不了这东西说的，我确实看不了。我弄的是。弄不了这种的。这是上百万嘛，这意思。啊，上百万嘛。咱弄不了啊这。这东西都是咱看不了的东西。行。这个咱弄不了，你说的啊？40万。爱恨不顾，时光变换了面目，最叹是平地。陪着人生不孤独。像这种情况摆好一套的时候很多啊，全是移雕的，然后做旧的啊，连那纪念币都是假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咱看不了的那种。今天摆好一套，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
一段段旅途倾诉。